昊天，你是我老公，又不是佣人。你的任务啊，就是当好海盛集团的总裁，替我管理好公司。老婆，为你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我看到你鞋子上有点灰，我都心疼的不行。嘴巴这么甜，又想做什么？老婆，我还没有坐过私人飞机呢。傻瓜，我的不就是你的？这样，我把手续直接转给你，就当是你3天后的生日礼物。真的？老婆，你真的太好了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呀？人家想名正言顺呢。别急啊，再等等。我新买了架直升机，有空带你去旅游。直升机？真的吗，老公？能让我见识见识吗？你别说见识，只要你高兴了，送给你都行。真的吗，老公？我爱死你了！这个包价值500万，是爱马仕的高定新款，送给你了。老公，今天晚上让我好好走。陈烨，温老先生邀请我参加晚宴，时间很紧，直接掉头去停机坪，临时抽调机组人员乘直升机去。至于送给温老的礼物，一会让人直接送去停机坪。好。昊天消费了500万，也不知道买了什么。把他那张附属卡额度再调高一点，免得不够用。苏总，您会不会对林总太好了？陈烨，你又来了。我知道你平时不太喜欢昊天，但昊天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呀，别总看不惯他。好，苏总。菲菲啊，你这包是爱马仕的吧？得不少钱吧？我老公送我的，价值500万。500万！天哪，500万！菲菲，你老公对你也太好了吧？这算什么呀？我老公他还送了我一架私人直升飞机呢。天哪，这直升飞机！真的假的？天呐，菲姐，你老公也太牛了吧！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老公他可是海盛集团的总裁，一辆直升飞机算什么？滴什么滴？开个破车了不起啊？装什么的在这儿？没看见我们菲姐在这儿啊？瞎了你的狗眼是吧？啊！你知道我菲姐老公是谁吗？动动手指就可以碾死你们！苏总，我下去看看。陈烨，别跟这些人一般见识。温老先生的宴会要紧，绕过去就行。是，苏总。哼，装什么装？不就开个破车吗？算了，别跟这群乡巴佬见识。走，我就带你们开开眼，见识见识我的直升飞机。走走走。苏总到了。哇，看，那就是我老公送我的私人飞机，怎么样？气派吧？哎呀，菲姐，这得多少钱呢？我的天哪，真的是直升飞机！这也太大太帅了吧！是啊，菲菲，你快带我们上去坐坐，拍拍照呗。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摸到私人飞机。哎呀，对呀，菲姐，你带我们开开眼呗。没问题，姐这就带你们上去兜一圈，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上流社会。对不起，这里是私人庄园，非请勿入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庄园里的直升飞机是我老公送我的，你们也敢拦我？抱歉，我们没有接到通知。通知什么通知？
我们菲姐可是海盛集团的总裁夫人，你一个小小的看门狗也敢拦，活腻了吧你？就是，滚开！不长眼东西，飞姐路你也敢拦着你？哎，滚开！站住！谁让你上我的直升机了？是你。哟，苏黎，你这表看着可不便宜呢。你一个实习生，家里条件这么好。哎，别走啊，说说吧，钱是哪儿来的？该不会是被哪个老男人给包养了吧？我看你啊，每天上下班都有豪车接送。柳菲菲，注意你的言辞，那是我爸的车。你爸谁信啊？你爸要真有钱的话，你还至于来当实习生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傍上了金主，装什么清高？哎呦喂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我们公司以前那个苏林呀。对对对，就是他，那个实习期就被老男人给包养，最后因为作风问题被公司给开除的那个。看来金主爸爸还没甩了你啊！什么时候让我也爽爽啊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们的嘴还是这么臭。我警告你，造黄谣可是犯法的，再继续造谣，我不介意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架飞机是菲菲的，你算什么东西也敢上去？你的直升机，刘菲菲，你说这架直升机是你的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老公送给我的。怎么，眼红啊？刘菲菲，你说这架直升机是你的，那航空编号你总该知道吧？编号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哦。那你倒是说出来听听，让我也见识见识。B7788，没错，就是 B7788。柳菲菲真知道我的飞机编号？难道是因为林昊天？傻瓜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你是我老公，我的不就是你的？这样，我把手续直接转给你，就当是你3天后的生日礼物。行了，现在你也知道这飞机是谁的了，识相的话赶紧滚蛋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苏总，这架飞机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可别把我们都给坑了。这架直升机价值上亿，真要是追究起来，我们都得把牢底坐穿啊！是啊，苏小姐。虽然你出的价高，但是你这单风险太大，我们还是不急了吧。大姐别急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这架飞机的航空编号，但我可以保证，这架飞机真的就是我的。陈烨，你们看，这是我跟湾流公司购买飞机的沟通邮件。我已经派人去催航空公司了，让他们尽快调出这架飞机的归属档案，来证明这架飞机就是我。到时候，我不但要把冒领我飞机的人赶出去，还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苏黎，你装的还挺像的。等一会儿归属档案送到，我看你还能不能想出来。你们真是一群蠢货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看不出来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、小偷吗？他就是想偷我的直升飞机。就是，你们看看他穿的啊，身上的衣服连个 logo 都没有，一看就是地摊货。哪像我们菲姐，穿的是香奈儿新款，戴的是高端珠宝，手上拿的是价值500万的爱马仕包包。他这样的，连玩具飞机都不一定买得起，还私人飞机，笑死人了。没错，
私人飞机是一般人能拥有的吗？只有我们菲姐这样的总裁夫人才配得上。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一群土包子，没见过世。你说谁是土包子？说的就是你。我们苏总身上的衣服，可是全球顶尖设计师罗罗皮纳的高端私人定制款，竟然能被你们认成是地摊货，就这种水准，也配用你私人飞机？这条项链怎么跟我衣帽间里不见的那条那么像？哎，老公，你有看到我那条金色的项链吗？怎么找不到了？是不是你随手放在哪个角落了啊？兴许过两天自己就出来。来，走，咱们先去吃饭。走吧。林浩天，如果让我知道是你背叛了我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背叛。苏总，我们暂时接不了你这单了，风险太大了，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啊。苏总，张主管到了。张主管，麻烦你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明确告知这架直升机到底是谁？这架直升机的归属权是柳菲菲小姐。哇哦！听见了吗，苏黎？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还不赶紧给我滚！那没有，滚啦！不要脸的小偷！就是，还赖着不走想干嘛？还想偷东西啊？滚出去，小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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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柳菲菲，你就是海盛集团市场部的一个普通员工，年薪不过10几万，这架直升机价值上亿，你能买得起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们家菲菲啊，可是海盛集团的总裁夫人，有什么买不起的？海盛集团总裁夫人，柳菲菲，你是说林浩天是你老公？没错，海盛集团的总裁林浩天就是我老公。林浩天，果然是你背叛了我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给林浩天打电话，看他敢不敢说是你老公。等等，你怎么会有我老公的电话？好啊，苏黎，你居然敢勾引我老公，还用你跟我老公的合照当壁纸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！你苏总，我呸！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实习的时候就勾三搭四，现在居然当起小三，勾引菲姐的老公，真是不要脸！穿的人模狗样，骨子里就是个专门勾引别人家庭的。呸！难怪刚才那么嚣张啊！原来是靠爬床啊！滋味怎么样啊？说出来让哥几个也听一听啊！小三真是下贱，下贱！老婆，最近外边总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他们说我是吃软饭的，我想出去做点事儿。正好我身边差一个贴身助理的职位，你来吧。真的？老婆，你真是太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干啊！味道不错。浩天，你最近工作很用功。老婆，最近海盛集团总裁的位置不是还空着吗？我想试试。好，老婆你太好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林浩天，我给了你金钱、地位和尊严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既然你不懂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亲手回收我给你的银子。怎么被揭穿真面目了，哑巴了？是不是在想着怎么跟我老公告状啊？柳菲菲，你很快就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后悔没有早点撕烂你这张勾人的脸。去啊，
去告状啊！你看看我老公到底相信谁？苏总，苏总，您要给温老先生的礼物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都找齐了。这是国内仅此一款的明代官窑青花缠枝连纹梅瓶，存世稀少，价值连城。这是国画大师齐白石晚年的一幅虾蛆图真迹，比例雄健，神韵十足，就算是拍卖行也难得一见。还有一些清代的玉雕和一套古籍善本，这些应该都是温老会喜欢的珍品。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？做得很好，温老是收藏大家，这些礼物他一定会喜欢。装，你接着装。苏黎，你当小三勾引我老公还不够啊？现在还弄了一些什么破烂货过来装什么有钱人？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什么苏总啊？我呸！我让你装！哎这！看我不撕了你这破烂货！这幅画可是真迹啊！我让你装，我让你装！这印章，还有齐老的独门笔法，这是真迹，这拍卖行得拍得上千万一幅。现在知道了，可惜啊，晚了。菲菲，去坐直升机了吗？老公，你心里是不是只有我呀？要是你的其他女人欺负我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宝贝儿，我哪有什么其他女人啊？啊，谁敢欺负你啊？我现在就在附近，马上过来给你撑腰。听见了吗，苏黎？我老公马上要过来给我撑腰了。他的这个画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啊？他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贵的画？他一定是偷花了我老公的钱，买了这个画想送给其他男人。你抢我老公，还在面前挑衅我，苏黎，我跟你没完！柳菲菲，我警告你放下，这是我要送给温老的明代官窑珍品，摔碎你可承担不起。承担不起？我倒要看看你让我怎么承担。对了，给我砸！把偷我老公钱买的东西全给我砸了！我看这个把我怎么办？好嘞，飞姐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住手！别急啊，待会儿再收拾你。住手！住！你们疯了吗？要出人命的！起开！我在停机坪，限你10分钟，带人赶过来。哈，还叫人呢？哟，这是要把睡过你的老头金主全都叫过来给你撑腰吗？叫人？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苏黎，你这个人勾引别人老公的狐狸精，你妈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教过你要脸啊？你妈呀，看来也是个老，才生出你这种小。再敢多说一句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这个小，你竟敢打我！你来，把他给我按住，让他给我跪在地上磕头认错！现在立刻马上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！听到没有？菲姐叫你跪下，装什么清高？跪下！
放开苏总！你们这群混蛋，放开他！怎么样啊，苏黎，你也有今天啊！跪在我脚边的感觉爽不爽呀？呸！你这个，你竟然敢吐我你！来，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，扔到大街上去，让大家都看看他这个抢别人老公的到底是个什么货色！放开，别动！你群混蛋！别动！放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啊？老公，你终于来了，人家等你等的都心急了呢。宝贝儿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打起来了？你没受伤吗？老公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刚才不是跟你说有个人欺负我吗？我们就给了他点颜色看看。宝贝儿，你没事就好啊。林总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我是菲菲最好的闺蜜沈如月。哎呀，今天能够见到你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林总，你好，我是刘娜，经常听菲姐提起您的，说您英俊潇洒，能力超群。今天一见呀，本人简直比传说中的更有魅力呢。林总，我是张大伟呀，我对您早就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！海盛集团在您的带领下，那可真是如日中天呐！嗯，好，你们都是菲菲的朋友，那就是自己人啊。等回去以后，都给你们升职加薪。哦，真是你好！哎呀，林总啊，林总就是咱们的再生父母啊！是。菲菲，你简直太有福气了，能找到林总这种又帅又有能力又大方的老公。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？这是昊天的小三，要是他装可怜博同情，昊天心软了怎么办？老公，就是这个疯女人欺负我，她刚才还想抢我的直升飞机呢。对，她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儿。就是啊，林总，她不仅打人，朝菲姐吐口水，还把菲姐要送您的名贵字画和古董都给砸了呢。林总，还有那个小白脸，刚才还想动手打我们，被我们当场就给摁住了。哎，林总，这菲姐啊，就是心太善了，本来是想放他们一马，这没想到他们还变本加厉的侮辱菲姐，这好，很好，敢打我林昊天的女人，菲菲，你啊就是太善良了。菲菲心软饶过了你，我可不会。敢欺负我林昊天的女人，打我林昊天的脸，现在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林昊天，你到底有多厉害？赶紧让我见识一下。你怎么会是你啊？爸，我还想再实习一段时间嘛，不想那么早管理公司，压力好大的嘛。好，都依你，我的小公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谢谢爸爸。海盛集团董事长苏黎竟然是董事长的女儿，没事儿，这昨天晚上骑电瓶车太快撞了。那不是苏黎吗？苏小姐真是万幸啊！多亏那位先生车祸时奋不顾身把她推开，可那位先生自己反倒被结结实实撞飞了出去，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呢。救命恩人还在重症监护室，苏黎也还没醒。你是？你醒了就好，别怕。小心！谢谢你救了我。苏黎，
我解释。解释？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林浩天，看在你曾经救过我的份上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对你有求必应。没想到你就是这么对我，你还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人渣！苏黎，林总可是堂堂海盛集团的总裁，你见的小三儿竟然敢跟总裁这么说话，你不想活了？小三，林浩天，你来说，到底谁是小三？完了，你写的我。苏黎，你这个当着我的面还敢勾引我老公啊！看我不撕花了你的脸！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给我闭嘴！老公，你打我！你为了这个，你打我！林浩天，你现在知道怕了？老婆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老公，你叫她什么？老婆？你叫她老婆，那我算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林总，菲菲不才是你老婆吗？哎，林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老公，你说话呀！她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三，我才是你老婆。你送我项链，送我500万的包包，你送我直升机，你都忘了吗？你快告诉大家，她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三啊！你给我闭嘴，刘菲菲！你想害死我吗？老婆，我错了，你看在我曾经救过你一命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我最讨厌欺骗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。你看在我曾经救过你一命的份上，你这次就饶了我一次吧，就一次。昊天，你疯了吗？昊天，你可是海盛集团的总裁，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三，你怎么能给他下跪呢？你快起来啊！这啥情况啊？啊，苏黎是林总的老婆啊？那菲菲是小三？小三怎么了？我可是昊天的白月光。昊天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暗恋我，他的心里一直只有我。苏黎，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吧？你这么占着林太太的位置有什么意义啊？昊天连碰都懒得碰你吗？对啊，苏黎，你之前在公司那会儿就勾三搭四的，跟老男人不清不楚的，现在身上指不定还带着什么脏病呢。林总肯定是嫌你脏，碰都不愿意碰你。就是，菲菲才是林总的真爱，否则林总怎么会对菲菲那么好？又是送500万的限量款爱马仕，又是送私人飞机的。有些人啊，脸皮比城墙还厚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识相的就赶紧把林夫人这个位置给我让出来。昊天可是海盛集团的总裁啊，就算离了婚，也比我能接触的所有男人强100倍。只要把这个苏黎赶走，这一切都是我。拿着，这卡里有50万，识相的话就赶紧拿着这笔钱，跟昊天把离婚手续赶紧办了，然后滚得越远越好。否则，我跟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，让你在海城活不下去。林浩天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？不，老婆，我不会离婚的，我死都不会离婚的。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啊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老婆。昊天，起来！你可是海盛集团的总裁，你为什么要对这个女人低三下四的？凭什么呀？因为林昊天拥有一切，他的总裁之位，他所有的钱都是董事长给的。
陆特助来了。陆特助可是董事长的心腹啊，看来董事长还是很看重林总的嘛。啊，看到林总受了委屈啊，特地找人来给林总镇场子的。这下我看这个苏黎还怎么狂！陆特助肯定是来帮菲菲跟林总的。陆特助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！这个疯女人，她根本就配不上昊天。你看，她把昊天精心准备送给董事长的礼物全给毁了。但是昊天呢，他心善念及旧情，没有舍得报警，他反而逼昊天给他下跪。对，陆特助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之前在公司的时候就作风败坏，被开除了。就是，她这样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林总。是，确实不配。苏黎，陆特助代表的可是海盛集团的董事长，你还是乖乖的跟昊天办婚礼了，然后拿着那笔赔偿赶紧滚蛋。我还能求陆特助对你网开一面，否则等陆特助亲自开口，你就等着被扒光衣服扔出奖场。是吗？你笑什么笑？你神经病啊！你难道不知道你要被赶出江城？那我倒是很想看看，最后被赶出江城的究竟是谁？当然是你了，难不成还是我呀？刘菲菲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别说了？昊天，陆特助可是来给咱们撑腰的，他苏黎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一没靠势，二没背景的，你怕他还做什么？刘菲菲，你闭嘴！你知不知道你害死我了？我害你啊，昊天啊，你是不是被吓糊涂了？咱们现在可是占上风的。陆特助，董事长，等等！抱歉，董事长，路上堵车，我来晚了。我已经联系过温老先生，更改会面时间了。你来的正好，不然我怎么能够看清楚我这位好丈夫的真面目？还有，公司里到底养了怎样一群颠倒黑白的蛀虫？你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呢？苏黎，你这个，你一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去哄骗陆特助。昊天，你说话呀！他怎么可能是董事长的呢？思辰，董事长，您吩咐。看来柳小姐还是不会好好说话呀，你教教她该怎么跟我说话。是，董事长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走开我！走开我！走开我！现在会好好说话了吗？会了。站住！今天在这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别想走。账还没算完呢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不知道你是董事长啊！要是知道，我们借1万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对您，求求您饶了我们吧！是啊，董事长，都是刘菲菲这个，她说您是小，是那个，所以我们才信了她的鬼话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对，董事长，天大的误会啊！都是刘菲菲这个叫我们这么做的。对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嘴贱，我该死，我求求你原谅我，给我一次机会。老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欺骗你的，我不应该背叛你的，老婆。林昊天，你的账我们待会儿再慢慢算。
既然都知道错了，都说要赔罪，那你们砸坏的这些东西，就照价赔偿吧。赔，我赔，对，都赔。董事长，您说个数，我们尽力去凑啊。思辰，经初步估算，你们损坏的字画、古董总计价值人民币10亿元，10亿元。什么？10个亿？哎呦，完了，全完了！10亿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就是一堆破瓶子烂画！你这是敲诈我们！小说的剧。董事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认赔。但是你也不能看我们好欺负就讹我们呢。这要是传了出去，海盛集团的董事长讹诈员工，名声也不好听啊。就是啊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值这个价呀？说不定他本来就是假货呢。就是，苏黎，就算你是董事长，你也不能信口开河，就这么讹我们呀！思辰，是董事长。齐白石真迹虾曲图，成交价3亿5千万。明代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眉瓶，苏富比拍卖价2亿3千万。还有数件清代玉雕，明代古籍扇，总计价值人民币10亿0700万。董事长已经帮你们抹去了零头，若仍有质疑，可以自己看看。董事长，10个亿呀！我一个月工资才8000块钱，就算不吃不喝打工10辈子，我也赔不起呀！董事长，您高抬贵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看您这么有钱，就不跟我们计较了吧？是啊，董事长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就把我们当一个屁，把我们给放了就得了，我求求您了。董事长，您手指缝露一点，都值我们命钱了啊！这点损失对于您来说也不算什么嘛。是啊，董事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这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嘛，这是更何况没钱，没钱赔。那就去坐牢，故意损坏他人财产，数额巨大，够你们坐1辈子牢。思辰，报警。是。别报警，我们不想坐牢。别报警啊！不想坐牢，我们不想坐牢啊！董事长，都是柳菲菲这个。他骗我们说您是小三儿，是他动手撕掉的字画，瓶子也是他砸的，我们都是被他当枪使了呀，不关我们的事。是啊，董事长，是他自己犯贱，要当小三儿，勾引林总，我们是被他给骗了。要是赔钱还是坐牢，都该是找他，不关我们的事儿。啊，对，都是柳菲菲指使我们做的啊，这些东西也是他让我们打碎的，这些钱应该他来还。昊天，你说话呀！你帮我求求董事长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想坐了，昊天。滚开，你个蠢东西！你自己蠢死还要连累我啊！要不是你虚荣跋扈，是会到这个地步吗？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他勾引我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以后绝对不跟他联系了，我保证。你看在我曾经救过你一次的份上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面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不好？就一次。好，你鞋脏了，我也擦擦。我也擦擦。我会把他们都送进监狱。现在该轮到你了，思辰。签了他。
离婚协议精神出户。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啊！感情？你也配跟我提感情？林浩天，你偷我的项链送给柳菲菲，花我的钱买包送给柳菲菲，骗走我的飞机送给柳菲菲，你还有脸跟我提感情？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，只剩下算账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都是他勾引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一定跟他断开，就会有只对你一个人好了吗？别碰我，让我觉得恶心。来了吗？苏黎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了？在你背叛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已经没有旧情了。在你苏黎眼里，我恐怕就是一个需要一直靠你施舍才能活下去的可怜虫了。是你自己把路走绝的。把离婚协议签了，至少你还能够体面一点离开。体面？离开？苦心经营了这么久，才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我为什么要离开？怎么？你现在还想做什么？垂死挣扎吗？我想做什么？苏黎，你这么聪明，会猜不到吗？我当然是想杀人灭口啊！杀人灭口？林浩天，你疯了！你以为你杀了我，你就能得到一切？法网恢恢，你能逃得掉？为什么？只要你死了，只要你这块绊脚石消失了，以后不仅是海盛集团，就连你们苏家都是我的。到时候我林浩天就是江城的首富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林浩天是吃软饭的啊！疯子！对，我就是疯子。苏黎，我早疯了，是你逼疯的，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看得起我过。既然你不给我活，好，那你就去死。林浩天，光天化日行凶杀人，你真以为能逃过法律的制裁？哼，法律，在这里我就是法律。你们，刚才可是亲手砸了价值10亿的古董，还试图殴打董事长。你们说，要是苏黎活着从这里离开，你们逃得掉？帮我，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那10个亿我来解决，你们不仅不用坐牢，回来海盛照样吃香喝辣的。要是谁敢多嘴，林总，我们都听你的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。对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是苏黎自己不小心的，对，他自己摔死了。林总，只要你需要我们，尽管吩咐，我们随时效劳。效劳，效劳。菲菲，还疼吗？刚才我打中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那是演戏呢，想骗这个放过我们，谁知道他这么狠心，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。既然这样，我现在就让他彻底消失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海盛集团名正言顺的董事长夫人。浩天，我都听你的。司总别怕，我安排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思辰，抱歉了，让你跟我一起陷入危险。你身为陆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却委屈自己来海盛集团做我的特助。只要能看到你平安幸福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。陆思辰，我知道
我一直都知道你喜欢苏黎，但你知道为什么她要选择嫁给我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苏黎，我的好老婆，你还记得当年那场车祸吗？那个真正救了你的人，那个把你推开差点被车撞死的人是他，是陆思辰。你说什么？思辰，那场车祸真是你救的我？当然是真的。苏黎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跟我在医院里柔情蜜意的时候，你对我感恩戴德的时候，陆思辰他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呢。那你醒来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喜欢他，你看他笑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。只要你幸福，我没关系。陆思辰，你真傻！好一副情深意重的场面，你们不动手还在等什么呢？啊！抓住苏黎和陆思辰，他们两个今天谁都不要活着从这里出去！林昊天，你找死！我找死！陆思辰，你好好看看，谁现在才是瓮中之鳖？先给我弄死他！哎，等一下，昊天啊，直接让他们死掉，是不是太没意思了？这位苏董事长不是一向高高在上，看不起我们吗？哦，宝贝儿，那你想怎么玩？咱们这位苏董事长啊，可是江城好多男人的梦中情人呢。大为、李刚，你们两个就不想尝尝苏董事长是什么滋味？敢！这昊天，你是不是舍不得呀？你可别忘了啊，刚才你给他跪下的时候，他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了。怎么会舍不得呢？啊，还是我们菲菲聪明。你们两个今天要是能让我们尊贵的董事长舒服，那10个亿的债我替你们平。哦，李总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哎呀，兄弟们还没玩过这么极品的美人呢。去吧去吧，好好的伺候咱们这位苏董事长。想动他，先给我这一块。思辰，给脸不要脸啊！先弄死这个小白脸儿！上！我两个废物！你们去3个人，给我按住！别怕，陆思辰，既然你着急送死，那就先送你上西天。动手！不要！放开我！陆先生吩咐过，让我们保护好苏小姐。放开！呀！住手！住手！思辰，没事。小陆，你没受伤吧？陈叔，没事，皮外伤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是苏黎，海盛集团的董事长。这些人恶意损耗我的私人财产，初步估价超过10亿，
殴打我的助理致其昏迷，还对我的特助陆思成先生以及我的公司其他员工实施人身伤害。我请求立即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。陈警官，误会，这都是他们自作主张，我完全不知情，我可以解释。对，都是他们干的，跟我们可没什么关系啊。是不是误会？调查之后才知道，把这里所有参与打砸伤人的，以及他们2位，全部带回去调查。不是我干的，飞姐，救我呀！我不想坐牢啊，飞姐，就是我呀！飞姐，我不要了，救我，飞姐，我不想坐牢，飞姐，林总，昊天，我不想坐牢，救我，昊天！苏黎，你别推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搞垮我吗？你信不信，我很快就会被保释出去？苏董，麻烦您还是派人跟我一块回去协助详细调查。当然，应该的。苏黎，海盛集团马上就要改姓林了，斗不过我的。林昊天，你什么意思？海盛集团早就不是你这个董事长说了算了，董事会的绝大部分人我现在都站在我这边，公司的日常运营还有几个核心项目都由我掌控。等我拿下了跟陆氏集团的战略合作，彻底巩固地位，海盛集团就跟你苏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到时候我随时都能把你从公司踢出去。陆氏集团？是啊，没想到吧？南省最大的那块硬骨头马上就要被我啃下来了。我已经跟陆氏集团的继承人陆总谈好所有细节，等到签约仪式的时候，我会邀请你观摩的。苏总，他说的陆氏集团，陆氏集团继承人，陆总，你什么时候跟林昊天谈好合作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前几天他确实以海盛总裁的身份，通过中间人递了一份合作意向书过来。你也不想想，如果这份合作真的达成了，最大的受益人是谁？是他林昊天。你们陆氏集团根本无利可图，还要出钱出力。我以为是你的意思，所以就傻瓜，是我疏忽了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个白眼狼，还妄想由这个项目算计你。不过林昊天好像还不知道，他千方百计想要巴结的陆氏继承人就站在他面前，还刚才被他的人打了一顿。是啊，而且他还邀请我去观摩签约仪式呢。我想跟海盛集团的签约仪式一定会非常精彩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昊天，我们真的没事吗？我刚才快吓死了。废话，不然我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小凭这点事就扳倒我，苏黎真是太小看我。可是那些证据，从始至终我动过手？那些证据根本就定不了我的罪。张董和李董他们也不是吃干饭，只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和你一起的那帮蠢货身上就行。那董事会那边？放心，那帮家伙现在跟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打，他们也别想跑。他们现在必须保我。昊天，还是你厉害。那是自然。等到后天的签约仪式上，我要让苏黎亲眼看着他是怎么被我赶出海盛的。
哟，这不是我们尊贵的苏董事长吗？啊，真是稀客啊！昊天，他也就是摆摆董事长的空架子。等咱们和陆氏集团的签约仪式完成以后，你成了集团真正的掌舵人，他怕是连进这个会议室的门的资格都没有。陈烨，跟我来就好。林昊天，那个位置坐得舒服吗？舒服，当然舒服。很快，这就是我林昊天永久的位置。看到了吗，苏黎？陆氏集团的战略合作，来自顶级豪门陆氏的认可。有了它，我完全可以把海参改姓林了。以前你像施舍乞丐一样给我的东西，如今我凭自己的真本事拿到手。凭本事？林昊天，你似乎总搞不清楚一件事啊。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？什么东西只是别人暂时借给你玩玩就回收的？包括人和位置。苏黎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商场如战场，成王败寇。我看等会儿陆总来了，你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嘴？我会让你亲眼看你是怎么被我一脚踢出海参。就是，昊天，等他亲眼看到你有陆氏集团做靠山，他还有什么脸面待在这儿？他不是要找个地缝钻进去吗？苏董，事已至此，何必呢？林总也是为了集团的发展，他毕竟是你老，他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姿态放低一点，好好的跟林总道个歉，说不定林总会念及旧情，以后能给你留一个闲职，颐养天年嘛。是啊，苏董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陆氏集团这棵大树，那可不是谁都能靠得上的。林总这也是给集团立了大功啊。张董、李董，海盛集团的根基是苏家几代人的诚信与实干，而不是趋炎附势，更不是引狼入室、鱼鬼磨皮。林昊天，你就这么笃定陆氏集团是来找你合作的，而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？苏黎，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。那死到临头了，别嘴。我和陆氏集团的战略合作是铁一般的事实。李总，简单紧急通报，陆氏集团的粮马上就到了。大家静静，静静，贵客已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陆总和陆氏集团的各位代表。苏黎，听见了吗？陆氏的人已经来了，你这个董事长很快就要被踢出局喽。林昊天，你请的这位贵客似乎并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苏黎，你也就只能趁现在耍耍嘴皮子。那以陆总的身份，自然是要讲究排场和流程。陆总来了，快，大家赶快掌声欢迎！高特助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来，快请，快请。哎呦，这陆总日理万机，能派您前来，已经是海城莫大的荣幸了。苏小姐，
感谢各位今日莅临，我代表陆氏集团宣布与海盛集团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现在正式开始。太好了，高特主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来，这就……林先生，请稍安勿躁。根据陆氏集团与海盛集团董事长苏小姐达成的最终共识，本次签约仪式将由陆氏集团代表与海盛集团董事长苏小姐共同签署。苏小姐，请。什么？和他签？不是高特助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才是海盛的总裁，我才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。那所有对接都是我进行的，怎么会找他签呢？这真是不可能，一定是你搞错了。高特助，你们一定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，她早就被架空了。海盛现在是我老公林昊天负责的。林先生，陆氏集团选择的合作对象，从始至终都是海盛集团董事长苏小姐。至于你，有什么资格和陆氏集团合作？阴谋，这是阴谋！苏黎，一定是你这个贱女人在暗中搞鬼。你收买了高特助是不是？啊？你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夺权？你休想！高特助，我不信，我不信这是陆总的意思。我要见陆总，我要见陆氏集团的总裁，我要当面问清楚，我要揭穿这个女人的真面。林先生，请你冷静。陆总的决定不是你我可以质疑的。我不信，除非陆总亲口告诉我，否则你们今天谁都不想签这个字。滚出去！谁让你进来？没看到这里在处理要紧的事吗？我要见的是陆总。哦，林总，这么急着见我？这可是……陆总，陆思辰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可能是陆总？我还以为真的是陆总来了呢，原来是昨天在停机坪打得像狗一样的小特助。大家快看啊，这就是苏黎不知道在哪儿请的小白脸助理。哎呦，昨天还想护主来着，结果被昊天的人几下就打趴下了呢。什么？昨天停机坪打趴下？林总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林总，你动手打了陆总？林总，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大家安静，听我说。各位董事，我们被苏黎和这个姓陆的联手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陆总。他就是苏黎养在身边的一个小白脸。昨天在停机坪，他就像条狗一样的跪在我面前求饶。苏黎，你当真是好手段啊！眼看争权争不过我，就收买高特助，找这么个冒牌货，演一出说谎，想欺骗我们大家。对，昊天说的对，我可以替他作证。他呀，就是苏黎的小助理，整天像个哈巴狗一样围在苏黎屁股后面。大家应该都在公司见过他吧？确实，在公司见过。他要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，那我柳菲菲的名字就倒过来。各位董事，你们想想看啊，他怎么可能是陆氏集团的总裁？陆氏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给别人当小助理？又怎么可能被昊天的手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？这根本就不合理嘛！苏董，陆氏集团我们可是得罪不起，你居然还找人冒充！苏黎，我劝你别垂死挣扎了，少这么个戏子来冒充陆总，你这种手段太拙劣了啊！高特助，
我劝你擦亮眼睛，别被这个女人骗了。等真正的陆总一来，发现你们联手搞这么一出闹剧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各位，不要继续被苏黎欺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个陆总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为了夺权而设下的骗局。苏总，你这样确实有失身份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何必使用这种手段呢？就是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海胜的脸都丢尽了。林昊天，我该说你蠢，还是该说你不见棺材不掉泪？苏黎，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以为这样就能唬住我，就能唬住在场的各位商界前辈了吗？好，你非要自取其辱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！幸好上次中间人引荐的时候，我存了陆总的私人电话。各位，这才是真正的陆氏集团继承人陆总的电话。昊天，快给陆总打电话，让这个冒牌货无处遁形，看他还怎么装下去。苏黎，等我拨通这个电话，让真正的陆总亲口揭穿你们的骗局，你就死定了。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在海胜，在江城。苏黎，这个电话一打，你可就完喽。苏黎，这下你可死定了。林总，你找我不是？不可能！林昊天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各位董事，各位同仁，闹剧该结束了。海胜集团与陆氏集团的战略合作，现在正式签署。不允许！我不允许！海胜集团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放开我，你们这些混蛋！苏黎，你不能好死！你算计我啊！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算计？林昊天，从你冒领我的救命之恩，用我的钱养小三，偷我的东西讨好柳菲菲，甚至联合董事转移公司财产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在自我毁灭了。我只不过把你做的这一切公之于众而已。转移财产，苏董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乱说？张董、李董，你们以为你们和林昊天私下的那些交易真的天衣无缝吗？林昊天利用总裁职权，擅自将公司的研发资金总计1亿2千万，以项目外包的名义转移至其私下控制的空壳公司。这笔钱最终流入了哪里？需要我一一跟你说明吗？张董、李董，你们协助林昊天挪用公款，伪造项目，从中收取巨额回扣，甚至谋划稀释我手中的股权。这一切真当无人知晓？污蔑！这是污蔑！苏黎，
你为了夺权，你伪造证据。伪造。陈烨，只要把苏黎踢出去，拿到和陆氏的合作，那海生就是我的天下了。以后好处啊，少不了二位的。昊天，那笔钱转到境外账户，稳妥。放心吧，手续做得干净，绝对查不到我们头上啊！来，这些证据足以让你们在监狱度过余生。各位，现在你们还觉得陆总是冒牌货吗？还觉得这是我苏黎为了夺权而设下的骗局吗？林昊天，你这个废物，你这个骗子！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你不是说海上集团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了吗？你把我害了，你把我骗了，你这个骗子！闭嘴，这个蠢女人！要不是你虚荣跋扈、惹是生非，事情会到这个地步吗？你坏了我的大事啊！你还怪我？明明是你自己没本事，你就是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软饭男。你骗了苏黎，还想骗我是不是？你送我的那些什么包包、什么首饰，都是我的苏黎的钱。你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！你胡说八道！那些明明都是我骗的。够了，陈警官。麻烦你了。林昊天、柳菲菲，你们涉嫌职务侵占、挪用巨额资金、故意伤害、教唆犯罪等多项罪名，我们现在依法正式逮捕你们，带走。苏黎，不能这样对我，苏黎，不是你老公啊，苏黎，苏黎，你放开我！我懂，我也是被骗的，是他逼我的。苏童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，给我个机会吧。李涛，苏童，各位，道具结束了。对于集团内部问题，我会进行彻查，主动交代，或许还能争取宽大处理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海盛集团遭遇此次风波，但根基未损，与陆氏集团的合作将更坚实的推进。稍后集团会发布正式公告，澄清一切，还请诸位秉持公正，如实报道。各位，请吧。苏童。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思辰，那场车祸，谢谢你。还有，这3年委屈你了。从未觉得委屈，能见到你平安，一切都值得。陆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做了我3年的特助，默默承受了这么多，值得吗？只要对象是你，就值得。思辰，这3年我眼盲心瞎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现在小三跟渣男都进去了，我身边的位子空出来了，
要不要试试？求之不得。苏宁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手。